欢迎来到今天的风声好文哈。今天的题目是：你正在吸引着谁？你正在吸引着谁？哈，这是个很热门的题目，我们要来寻找一下你附近的能量。其实前几次我们已经有很类似的题目，但是这一个，我希望今天能够抓到非常明确的那一个角色哈。我们把它抓近一点，看看有没有更多的蛛丝马迹可以把它抓出来。好，尽我所能。来，这是今天的2张牌哈。你要近看的时候，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我们不要管牌原本的字是什么，我们只看图哈，用图感应。来，第一张，好，第2张，好，那就这样哈，选好了，我们就开始了，不啰嗦。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我今天来想一下有没有什么别的方式哈，没关系，我们先，一样，我们还是一样哈。我先来定义一下，现在你们2个人的距离，我还是先把距离找出来哈。我还是习惯性先把那个范围找出来。只是我们今天找范围的这个牌，我们翻多一点哈，我们来翻多一点方向。来，先这张哈。好，然后在这里，先这些，我先看一下哈。权杖1啊，我们现在是定义位置、距离。如果是权杖1的话，我有感受到你们2个人之间有一个擦肩而过，有一个摩擦，有一个经过，有一个衣服划过的感觉。所以基本上，我只能说你们已经有非常接近过。为何我会这么说？因为它有可能代表的是路过，代表的也可能是真的是擦肩而过，在某一个环境里这样。那因为这一个的讯号，我觉得对于距离空间的，它其中有一个很强的信任度跟认可度，可是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往哪个方向。他是要叫我去认为说，去确定这一个近是一种高频率的相近。所谓的高频率的相近，就是很常遇到啦，很常遇到哈。那一个熟悉度各方面。不知道他现在还是只是一个背后的剪影，然后有一个人擦身而过，有一个人回头看一下，到底是谁碰到他了一下之类的这样子。可是这个陌生感又在这个里面，所以我很犹豫，他到底是平常在这个生活里面非常常遇到的，因为我感受到了那个陌生，那个犹豫，我只能先把它归纳在，也许你们平常生活的范围很近，他可能是学校的同学，不同班；他可能是公司的同事，可是不同部门，没有什么接触。他也有可能是你的邻居，好，上下楼什么的，很常遇到，有可能在1楼的时候，在警卫室附近的时候有遇到，可是没有真的认识。我现在得到的范围是这样子，只能说很近的这一件事确实是有出来的。没关系，我对这个我直接翻3张来看了哈，我翻3张来确定一下，我刚这几个线索里面，它往哪个方向走了，这样比较快。这个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牌哈，我觉得这里就已经打了一个岔路哈，不知道后面会被这些牌，因为这边我给的方针是不一样的啦。后面我比较是用来定义更深的2个人关系的未来性了哈。但是以现阶段我们要找他是否在附近这个讯息，直接来这个翻哈。看一下，这权杖哈。
权杖出很多这个宝剑一，那权杖牌好多哦。让我思索一下，这个权杖的能量到底这一份火能量，到底要讲的是哪一种？我觉得啦，你们近期同时出现在一个时间点的频率非常高，而且是慢慢的变高，好像你们两个之间有一个能量一直在促成你们两个偶遇的状态。只是这里宝剑牌告诉我的一个讯息是，你们没有发现，没有体察到，没有观察到，没有重视到，所以从这里可以找到一个空间的讯息是，你们时常在一个公共的不会多做停留的空间出现。所以以工作上来说，它可能是大家一起等电梯上楼的那个电梯的位置。就是说我先用这个等电梯的位置来做这整个情况的具体表达，让你明白你们常常遇到的空间是什么。就是不适合和陌生人交谈，或是他没有任何一个桥梁，让你们跟陌生人有一个很理所当然的对话。虽然说这个大家一起等电梯上楼可能你是在7楼，他在8楼上班，不同楼层上下了，或是更高，反正是不同楼层，有的时候还会非常靠近的在同一个电梯里，但是不可能有交谈，除非是认识，不然在这个极端陌生的环境里面交谈是非常，第一有点不礼貌，有点冒犯，有点冒昧这样子。他一定要有一个接触是可能认识，所以那这张牌讲的是说，他没有一个主动的，他是需要有判断之后下了一个动作去执行你想要的。反正就是你想认识，你想说话，你必须要在你的意识上要有自己的判断，然后去做的啦。那他这里是在告诉我说，这一件事情是空的，就是没有，不适合，缺少的。只是这里这几张都一直在告诉我说，你们已经有非常接近的时刻，非常多能量非常近，只要在对的场合，比如说交际的场合，大家做朋友的场合，认识的场合，有一个很不错的开场对话的时候，你们就能够感受到彼此的存在非常强烈，因为火能量非常强。它这里的火能量包括了对对方的好奇，然后对方给彼此一个崭新的一个感觉，然后会有一种捉摸不定的喜欢，毫无头绪的喜欢，就是因为它其中包含了蛮深的一个陌生感，它这个陌生感包含了眼前这个我有感觉的人，我怎么有一些的搞不清楚或是看不清的状况。这里所带来的那一个你们两个能量非常接近的时刻的时候的那个火焰，并不是平稳的，它是有3种不同的，就是说同样都是能点出火焰的蜡烛啦，那它可能材质各方面的，可能是油灯啊，可能是蜡烛啊什么的，它里面的配方不同，那个火焰的颜色跟摆动是完全不同的。这边有，那我们把它综合起来，就代表着你们两个的最近、很靠近的近的接触，会带来非常，我觉得难以控制的火花。回到感情上，就是你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应该就有一触即发的那一个感觉。只是现在我们在探查的，好像没有那一个时机点、那个场合跟那个位置出现过。只能说以现在2个条件来说，第一个条件满足了，就是你们相遇的时候会有非常强烈的感觉，这是第一个条件满足了。第二个条件是那一个时间点位置都还没有出现，
让你们相遇了哈。哦，纠正一下那个第一个条件啊，那个是底层条件，我要讲的是更物质的条件，然后把它纠正一下。第一个条件是需要满足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相遇的位置是对的，第2个条件是该怎么说？好了，这个多余了哈，我把它回来，你都没听到。我把它重讲，讲清楚一点。好，我们回来。第一个条件就是相遇的时候的火焰的能量要有，第2个是要有对的相遇的场合才能够开口。好，就这样，这比较简单。这比较简单，因为差点又把它讲到第3、第4类的那个没关系，我们就讲这个就好了。总之，白话一点就是，现在每次你们遇到的场合都不对啦，要让你们遇到已经。好像前面花了很长的时间，让你们慢慢靠近了。然后我刚刚也说，让你们在对的时间，好像对的时间表，好不容易让你们常常在对的时间表还能相遇哦。结果一直没有很可以对话上的情况，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切入。你会说。可能会因为不同的个性，应该就很容易开，可是很难啊。现在的社会跟现在的人际关系，它应该要有一个共识，你们有一个共通点啦。比如说，即便你们去同一个教室上课，可能去学一些瑜伽或什么这样子，那你们去上的时间段不同，有的时候你很难跟上一堂课的同学或什么的，然后。在交换课程的时候，时间就聊起天了，因为你们知道你们是不同时间段的，上的老师也不同，这样。除非可能是在准备试的时候、教室的时候、准备穿鞋或什么的时候，突然间有同学在讲他们使用的产品什么的，要去哪里买，要什么，偏偏你已经买过，你知道去哪里买，你还知道价钱的价差什么的，那你那个时候就找到了那一个共通点，可以插上一句说：“其实我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时候你跟陌生的。交流话题才会出来啊！我所谓的很难是，你今天对这个人有特别的感觉，可是你找不到那个连贯性，你总不会过去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觉得我对你感觉很特别，我可以跟你讲句话，这个太唐突了。以我们现在的人与人的关系模式来说，这个太唐突了，对吧？当然，你也可以说，当然有一个1/1000的机会可以啦，鼓起勇气或什么啦，可能喝醉吧。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在一个比较普罗大众的正常情况下，你跟他的相遇现在都没有那一个好时机，没有那一个很特别的，所以这边才说要挖掘，要看到，要有更强的好奇心，可是这里它毕竟是风能量，它不是水能量。它这份好奇心，它并没有连接到一个很强的直觉，在内在有个声音告诉你说：“我需要现在去立刻认识这个人。”它不是这个推理，更何况现在你们中间的火能量很强，它有一种燥热、烫伤、混乱、看不清楚、眼睛很难张开的一个状况。你都还要处理自己很多内在情绪的事情的时候，很难有一个明心啦，明亮的心去知道自己内在的声音，这样这边就缺少了水能量。不知道后面有没有，但是题目已经不一样，这边就是没有。我只能说，这边就是在告诉你，好的地方就是你们非常常遇到。记得我给你一个模拟的场景，就是大家一起等电梯，在同一栋大楼上班，很多人都要在楼下等4台电梯排队这样上，尤其是早上7点半或者9点半赶10点赶8点这个情况。你当然可以再扩一点啦，大家一起坐大众运输系统，在同一站下车，大家一起刷卡机出去。这种很多很近的状况，可是它就是没有可以所以在这里就是很常我说的，我们要等待那一个奇异点的出现。你很常听就会常说，我们常常在期待某一个事件要发生，就缺那个事件。既然到这里，我觉得我还可以再翻一张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事件是需要人，还是一个特殊的自己跑出来的状况了自己跳出来的一种奇异状况，还是就是要一个人？一张牌就好，不要太多，因为它这个可能性本来就很高我只是看一下能量上觉得哪一种方式的机会比较多啦让你有个想象。就这张。
我会笑是因为这个不是个答案，他给了个世界牌。我在问说，是比较希望人还是这个世界？他给了一个世界牌，它包含了2种都有可能。他就是觉得没有一定啦，没有一定要是一个非常巧合的，也没有一定是需要有个人哈。但是以我自己对于事件牌出来哈，我们抛开那个理性，我以我自己的直觉，世界牌讲的还是属于那种最奇妙的奇异点啦。就是我常常拿这个来打个比方，因为这件事很常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奇异点哦。就是我前面有一个人，他的包包没有关。他可能赶着上班或什么，一直装东西，装的时候他的背包的拉链没有关，背包的扣子没有关，或是他拿出悠游卡或什么要刷之前，他拉开拉链，然后抽了，然后包包没有关就放进去，这样对我来说，这个是对我来说是非常显眼的一个小失误，生活上小，而且还是很多危机的哦。就算东西不会被偷，但它也有可能会从里面掉出东西来，对不对？但还有一个状况是，你不想被人家看到你包包里面的东西，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很刺眼。所以通常我只要看到有人包包没有关，我就会去拍拍他，跟他说：“不好意思，你的包包没有关。”这个就是我说的极微小的奇异点要发生，这个就是极微小能够让你们有所接触的那一个情况。那这一件事情就会让你们有最基本的眼神交换、跟灵魂的碰撞、跟拍拍他、叫他，它就是有一个灵魂的对话，有一个接触，它就会产生那个最细微的起点爆发之后，再加上你们2个的火能量很强，它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交流。也许你们的交谈下一句话就出现了，也许这件事情本来是没什么，结果才发现你们是走在同一个方向，就第2句话就出现了。他可能就会说：“原来你也在这个地方上班啊。”然后下面就说：“你要到几楼？”然后讲完就知道说：“哦，原来你是这个公司哦，我知道那个公司，原来你在这上。”这个话题就开始了。然后后面你们可能在等电梯的时候，以后在路上碰到的时候，就会寒暄几句了。最后到吃午餐、下班什么，这个人就会着实的有存在感在你的生活里面出现。哦，这个是后面的一个发展可是现在今天这题就是这个都还没有发生，然后可是它就在你附近。那我先翻一下这里，我想知道说这3张牌给的位置是说，你们2个在这么多陌生的环境里、陌生的状况里，你们能够靠自己，就因为很强的能量连接，就发现彼此的存在吗？就是很显眼，就是觉得你每次看到他，你就很难移开目光，你就一定会注意到他，有这样子的能量存在吗？毕竟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说，你正在吸引着谁？那现在的状况是，他好像还没被你吸引但是这个能量好像有好像有。1号牌的状况它比较像是被我们捕捉到了将要开始的那一个阶段，前面那个阶段这样，所以我才会想要问这3张牌。对于一个陌生的人常常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们可以因为彼此能量很强，就产生了互相吸引力，你很难不注意到这个人存在吗？其实我也有点在帮这一个人反问牌面，是问说，他是否已经突破了这个疆界？他是否已经因为你们2个的能量很强，然后或是你各方面你自己的能量非常吸引到他，其实他已经被你吸引了。所以这里翻开来的结果，也可以回推到我们刚这里，你们一直没有很好的一个很棒的奇异点来对谈，可能也是因为，不能说可能也是因为，或许他早就对你有感觉，可是他也在等待那一个跟你有交谈的奇异点，所以也有可能这里这张牌在讲的，
并不是你在等待那个奇异点，而是对方在等待那一个跟你对话的奇异点，或是从我们刚刚这个阶段来说，其实对方早就已经非常常注意到你这个时常出现在他附近的陌生人。毕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看看谁已经被吸引住了嘛，只是现在看起来，你们可能现在是一个毫无瓜葛的两个很强的能量的相遇，很近这样。好，来，我们来直接翻这上面来看一下，这边给的解释怎么说。7，这边因为土能量出来了，很呼应我前面所说的，你们确实是在很近的时间表里非常常重复出现，但是我得到一个小小的讯息是，这里有一个扭转，有一个刻意的扭转出现在对方有去调整配合所以他这一个常常跟你同一个时间表是对方有意的调整到跟你差不多的时间，所以他可能从这个角度上可以有一点点有一丝的感觉，让我发现对方在某些心态上感觉上是觉得某一个时间去哪一个时间段比较容易看到你，他现在只处在一种心情比较好的状态，他还没有进入他因为想要时常看到你，然后想要追求你这个阶段，好像不是这个阶段，他现在只是觉得我先把它讲的，我要把它讲成说，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把它讲成是说，他为了，譬如说每天早上如果7点出门，他就能够在7点半跟8点这一趟公车里面比较高几率的情况可以看到你，或是如果他上公司，他如果是7点半就走到电梯那边，他可能会在7点半到7点45这段时间比较容易在排队等电梯上楼的时候遇到你。我如果这样讲，我就觉得这个太刻意了。因为我这边得到的那个能量没有到这么强，我这边得到能量比较像是说，他在很多舒适的感觉里面，其中包含了会偶然看到你，所以他在自己内在的某种潜意识或是时间上的安排，他会觉得7点半到7点45到达公司等楼梯这段时间，他觉得最舒适。那这个舒适的感觉里面包含也会看到你，那这个看到你，其中也包含很多感觉，就是安心、舒服，或是就是有很多感觉，不是只是恋爱的喜欢想要看到你，不是电影那一种，他要追着这一个时间只为了看到你，不是这种，因为他这个力量牌底下的那个能量是一种温温的在调理他内在的舒适感的力量，他其实也有一点点不知不觉加上后知后觉，发现了很多线索，发现自己喜欢在这一段时间重复看到你，但也可能包含看到其他他觉得可以打招呼的同事或什么。他要慢慢在这个时间的次数累积上，他才会发现你的存在对他来讲是一个快乐的感觉。相形之下，就是他可能会在某几次预期排电梯或什么的哪个情况下会遇到你。好，我现在都只是把它讲成是上班族去排电梯啊，你可以换成各种啦。我们现在把这个循着这个讲，比较能够理解。他也许会在几次或是一次，以为他一进到公司去排电梯上楼的时候就会看到你，可是没看到你的时候，他才发现对你的在意出现了。为什么我要说这个能量不强？因为直到现在，明显的水能量都没有出来，开始有一些稳定的感觉的能量在土能量，可是它所形容的是混乱的时间秩序里面找到了比较固定的时间点。那这个时间点有搭配了你们两个能量同时出现的一个重叠性，所以方向大概是这样。我从这边看到的这个逻辑方向是这样。那今天你在看这组牌之前，它已经先行的
感受到了比你多的感觉。但是我必须说，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吸引，它有可能是只是你吸引到了他的注意力，而不是吸引到他内在的爱情能量的发芽，这是不太一样的哈。那但是他对你的在意，因为力量牌又在这个位置出现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感觉的累积，表示这个是有逐步在往上加的。加了什么？加了他对于要遇到你跟你的时间重叠的这个能量的感受上的依赖，但还是属于一种比较不知不觉的感觉啦。他并不是把它变成是一种欲望去追求，或是生活要依着这个时间表的一种自制力去跟着走，或是一个规矩，或是一个原则，他还没有到那里哈。主要是因为这个土能量在这里都还是偏向于刚开始有这感觉，跟还不知道这感觉到底是往爱情的方向走，还是往习惯的方向走而已。哦，而且这里还在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了各种讯息之后，给了金币7，只告诉我说，筛选出来的讯息只能说是还不太确定自己为何要常常固定在这些时间，或是去创造能够与你频繁遇到的时间点，还不知道为何要这么想要或刻意去依照这样。那他也在不知不觉中把它变成他生活中的某种原则吧，时间表。为何我会说他会有一种不知不觉？因为他有可能8点半才算迟到，可是他却觉得7点半到7点45的时候就已经进到这排公司上班，就进去，他觉得比较舒服，他比较舒适，他觉得在那边有自由的时间。我的意思是说，有可能是这样子，哦。但你也可以把它换成很多，有可能是去上课，去上一些什么课后活动，自己去买的课程，他会知道找到，可以比较容易遇到你之类的，这些你可以把它换成各种哈。那它有一个反向啦，它一定要有一种突然你不在这个时间表里出现的时候，他才能感觉到自己对你的在意有多那一些些，然后多了那一些些之后，他才会在下次跟再下一次比较认真的看你，比较认真的观察你的存在。那他需要花好几次的时间，好几个礼拜，或是因为你们不会每天或是什么遇到，他会花好几个礼拜，他才慢慢的整合出来你在他心里的形状、灵魂的样子、感受，才会慢慢的听到你跟其他人对话的声音。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你从来没听过他讲，他从来没听过你讲话，而是他没有听得那么清楚。他必须要这样子慢慢的，才能够感受到那一个清晰哦，才能够感受到他被什么吸引住了，是这样子。好，那所以今天1号牌的朋友，他确实是非常非常近的陌生人啦。好，不过你这里角度，我觉得你完全不用做任何事，你不用做太多事，他已经逐步的往你这边慢慢的行驶过来。他未来我觉得依着世界牌这一个，它更深的意思是，我觉得那一个跟你们2个可能会有一个很棒的对话的那个起义点，也有可能有很高的几率，这一扇门是钥匙在他那里，他手上有一个无形的钥匙正在具体化，正在显化，正在有一些表象了，有一些形状，有一些点，它正在出现。这个是我们把它用成实物的拟人化的方式来形容。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能量的完整啦。对我来说，能量的完整会产生很强烈的意识，意识会带动很强烈的动作。它现在就是还在形成这个。那你这边，我觉得你这边所能做的，我都会这么说：记得保有最真实的自己，
不要因为你今天看到这张牌就开始有特别的动作。为什么？因为你在看这张牌之前，你并不知道啊，你都一直在只做自己啊，你不知道有人在看着你，你不知道有人在在意你啊。哦，那他的喜欢跟他的在意就是原本的你啊。对他来说，他已经审核完了；对他来说，他已经观察完了。他知道他自己内心，这个不是无意识的，这不是有意识的审核观，这是他内心能量的各种审核出的那个舒适感，那就是你原本的这样。那从这一点，也可以在这里偷偷提醒啦，不要为任何人改变或增加加分创造什么啦。因为对方会喜欢你，对你好看，都是因为在你意识到你需要更好或包装之前就已经喜欢了，那就表示原本那样就已经很好了。好，我们本来就是用最原始的东西去让人喜欢我们的。好，来，因为你包装之后，你改变美化自己之后，你会吸引到的人，他会看错你，懂吗？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好。再来这里下面的话，这里比较深比较远啦，我们先翻一个方向，看看对于能量来说，你们这一组关系上、吸引上，它的方向是要走到比较恋人吗？还是会变得比较好的关系？这个牌它这里怎么形容？是8宝剑，还没找到门，两个人还没有，现在目前啦，目前到未来，你们两个都还会处在一种比较不一样世界的人但是因为世界牌已经先翻了，它虽然是我刚刚的提问给的牌，可是它已经参与了牌组，所以我会知道你们两个的关系并不像表面上的那样是死板板的啦，它有门了。它有一个活性了，它有一个弹性了，然后它确实也像是能够突破你们两个是属于完全不同世界的很多城墙跟疆界，它是那一个可以突破的能量，而且它这边正在蓄积。这张牌在这个位置走向比较未来的，它就是在讲未来好的方向怎么形容啦？这边说的是有点难处，是真的是两个人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哈。白话一点讲，就是你们沟通其实有点不一样，生活的价值观有点不一样，朋友圈有点不一样哈，喜欢的方向、兴趣也有点不一样。这边有点讲两个人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你们两个看的方向不同，而不是不喜欢对方的那个世界。它的差异在于，只要两个人都回头好好欣赏彼此的特点跟不一样，就会找到共通点。那一个蒙上的眼睛打开了之后，才能够去除对于对方的幻觉，或是对于自己未来想象的一种界定。你会知道眼前的这个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也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的展望。那只是在你自己狭隘的世界的设定以外的另外一个美好新世界，你未曾看到。这就是你们两个要突破的点。还好对方好像会先看到这个突破点了。好，那这个来说。这个只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讯息做开端啦。我们可以看它下面这个下面它应该还是有一些方法啦。就像我刚刚讲，其实我已经把它讲出来了，但是我还是想翻一下，让牌面验证一下我的说法2张来看一下。然后。好，一样，这根本就是一起搭配的。这2张讲的也是所谓的不同、不一样，视野不同，甚至两个人现阶段在努力。为了生活生存，在努力的方向跟想要得到的东西，到现在也不同。我只能说，这3张牌都在强调一件事情：你们两个的对话，灵魂的对话，都是在背对背的对话，靠一种感觉。
它很像你在看一些电视节目，是蒙上眼睛，先跟对方对话，然后不以貌取人，好，只是听声音、听内容来确定自己喜欢这样。那这组比较像反向的，你们好像蒙上了眼睛，去认真看看对方有什么自己没看过的美好。现在的你们，无论你们两个有没有相遇，我现在要讲的是，你们各自都有现在这个小问题是，对于人生未来的方向有很多的坚持、原则跟一定要那样走才是对的，才对自己比较好的。现在这里有在偷偷说出的这一个问题点，在提醒你，现在选择要好的，那只能提醒你了哈。但是你跟这个有类似的，也许很多人都有了，这边只是要提醒一下。你不喜欢的东西，不代表在别人身上不是宝物，就是这句话，懂吗？那你跟这个人在遇见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你只是不知道怎么看待那一个事情是珍贵的，你没有他的角度，他也没有你的角度，这个是一样的哦。他也不理解你为什么觉得这个是垃圾而不是宝物，你懂我意思吗？我们这个是很公平的哦。你觉得是垃圾，他觉得是宝物，你需要去了解他为什么是宝物，你需要的是他的眼睛，但是他也需要去了解你为什么觉得是垃圾。也许他是盲目的，懂吗？这个是这样。现在两个人都有这一个状况，所以我说你们像是背对背对话。看的世界不同，但是基于你们两个非常靠近的时候，火能量会这么强烈，表示什么？你们一定有没有发现的角度是，你们两个能够深刻的在一起，会有很强的火花，会有很强的生命力，会有很强的未知。你们要相处下去，才会发现那一份为什么我不知道有这种感受？跟这个人完全没想到会有发生这样子的能量，这是你们两个在一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点只是我还是要老实说，这一组比较像是创造一份关系，他到现在都没有给我一个很明确的是在创造一份恋人关系，懂吗？我只能说，以现在的走向，最好的走向是，它让你找到了一个你人生很重要的，能带来你充满无限惊奇的一个新关系。后面没有我不是说这样子就不是要走向恋人，我是说他没有把关系锁死，但是我们还有2张牌还没翻，而且我还可以再翻更多牌，我只是看讯息多少他只是没有把这份关系现在先锁死而已。有趣啦。我觉得你在你的固定时间线里，你可以多看看、观察一下有没有人在偷看你。这是我觉得我可以透露给你一个小线索。如果你发现有一个人常在偷看你，你发现重复的人，你发现有人重复出现在你生活里的陌生人，然后感觉还不错你不会觉得很烦差不多应该就是我们今天捕捉到的那一个人了因为我说他先被你吸引，能量上他已经先理解到这份能量的感觉了来，我们直接把它翻起来，因为这2张牌其实几乎一样，它有点像镜子了它是某种水面的反射，这里的讯息很像它反射出来这里，只是你知道它就是一个文字的感觉，它就像我们阅读字，中文字你反射，你还是立刻能够阅读出来，它是倒过来的字，可是感觉不一样。它所谓的这个我说的反射就是这样，意义很类似，但是感觉不一样。你知道它有不同这里讲的就是这个。那我们回到这里钱币6然后又到塔牌。我开始看到一些外力了啦我觉得你们应该
会先从一种非常奇妙的熟悉感，跟很奇异的共同兴趣里面达到一个共同话题，这样。就像我只是打个比方哈，就像都喜欢黄金猎犬的人，或是都喜欢柴犬的人，他们不一定是要背景跟原本的喜好是一样的人才会，它不是一个设定好的，只有什么样子的人才会喜欢黄金猎犬或喜欢柴犬，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所以你们会在一个，我觉得你们会在。我还是觉得共同时间表对你们两个非常重要。你们会慢慢挖掘出发生在不同的时间线上，你们会固定去某个你们自己个人很喜欢的东西，然后才发现，你怎么也来？可是这个的前置作业是，你们彼此已经有一个基本的讲话，或是已经知道这个人常常出现这样。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啦，就是我觉得这个也很常发生在大家的生活里，我就大概讲一下，大概是这个状况，就是它会很像是你今天可能去参一个博览会这样，可能就去看宠物博览会啦，就这样了哈。然后你跟你的朋友去，然后结果你们都在看哈士奇，或是喜欢猫咪哈，可能在看暹罗猫或是俄罗斯蓝猫。结果他也在看，他也在附近，然后你就稀稀疏疏跟你的朋友讲说：“他也喜欢俄罗斯蓝猫。”你再跟你的朋友说，然后你的朋友就会说：“他是没有，他就是我们都在同一栋大楼上班的人。”你那个时候也有可能才意识到说：“你平常就已经看到他，可是他是一个陌生人形态的不认、不介意、不在意。”然后他也有可能也知道也好奇原来这边你也喜欢这个，所以你们可能就会在未来，在那一个平凡的时间点就创造了自己的话题，就是他会跟你讲说，我有看到你也去参加什么，原来你也喜欢这样，然后你们的连结就会在这个特别的额外的共通点里面被创造出来哈。记得这个是在比喻然后这个是这一个你们的能量的方式要出现的。那为何我会这么说？因为塔牌的能量，它帮你们的火能量做了一个终结。他在讲说，一定会有一个跟你们现在当前所做的这一个阻碍，没有办法创造对话空间的另外一个世界，有一个完全翻盘、完全截然不同的情况，创造出你们的对话。那这一个对话的走向，会是一种很强烈的熟悉感跟共同点是在金币六出现的，它会很像是你们平常就已经喜欢很久、做很久的事情，可是只是在另外一个时间线上，你们两个碰头了。所以这一个你们已经做很久，或是共同私下的兴趣，下班之后额外的兴趣，只有你们自己知道的。结果两个人碰头之后，才发现说，这是一个可以大量对话、有共同兴趣、有共同话题的人。他必须要在另外一个时间线创造这边说的，而这边的能量代表的是生活上的一些已经既有的经验，跟就是我说的那个喜好。那这一个相遇，从这里的审核来说，应该算是最好的方式。它并不代表说只有这个方式发生，你们才会有所连。这边讲是说，这可能是所有方式你们筛选出来的时候最好的方式，但也有可能是什么路都找不到了，就只剩这个了，这样子。它会在一个额外的，所以这里也在说一件事情啦，你的生活不要太过固定，不要太照时间表走，也有一点点说不要太安逸，要多创造一些特别的点，要创造一些混乱。譬如说，有时候你的朋友或别人跟你说你要邀约到你这边，可是你会觉得说，我这个时候要上课，我就是想要去哪里，我不想什么，我不想破坏我的时间表。没有，他这里在讲的是，你要在你的生活中，为了增加弹性，要去多创造一些随机的点，自己的原则跟自己的时间的重要性可能要减少一点，要有一点点随着外面的能量进来，跟着外面的能量走。这边在讲这个。你这样子才能够在额外的时间线跟空间里面找到
要让能量去找到你们两个原来有这一个共同点，然后就会自然而然的遇见。有的时候能量做的，它不是说在一个已知一定要发生或是一定会发生的上面告诉你讯息就跟着走，有时候不是，有时候它很像是一种指引或是一种提示。你现在的状况，就是说你们两个明明很近，可是现在的状况因为太维持自己的原则，太维持自己的时间线，所以没有办法发生那一个特别的新空间跟起点，让你们有突破性的发展。当然，它也不是否定你们原本的不好，而是事在人为啊。有些你要自己去打开那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就是所谓的随机。所以我说，生活里面你也可以保持自己的原则，但是有时候可以依循着整个空间意识、能量、大家的意识去做一些随机的事情。如果就像你平常可能假日你没有任何的计划，或者是你有计划要去哪里，可是当天你就可以跟自己说，不要，我今天就要突然换地方，我今天就突然要离开原本的计划，我要立刻随机一点。你突然有的时候有这个灵感来，就去做。我会觉得，通常有这个直觉的时候，都可能是因为在能量上，你内在有些能量上被其他的东西吸引住了，所以有一些能量介入，在打乱或打翻，在提示你，那是一个新选择哦，你要不要去看看？有时候我会觉得直觉的强度就在这里，你捕捉到了吗？还是你只是把它定义成是任性了？你想任性一下，或是你想不合群一下，也都可以。但是你的直觉给了你这个提示的时候，你是快乐的吗？如果是快乐的话，我通常都觉得这个直觉可能有好事要发生，特别的事情要发生。所以随机一点，有时候是很重要的哈。生活也不要那么僵硬，因为能量它就是一个流动的，它4种能量一直在凑合着变成什么。这里只会告诉你说，它现在是一个大方向，现阶段的情况是这样，但是终究最细的小细节，你要去骚动、去扰乱这一个逻辑，都还是你所能操控的。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说的，以现阶段来看，你们很难突破以一个陌生的人的感觉去跟另外一个陌生人讲话，而且他的先行的概念是你要非常确定你对这个人的在意，而且你很想跟这个人讲话，你觉得跟这个人讲话很重要，你才会去跟他讲。这是我们刚刚说的哦。可是我刚刚说的是，这个内在的直觉有强到让你突破这一层陌生关系吗？所以就回到这里，它这一个随机性，你内在的直觉声音跑出来的时候，有强到让你觉得，我今天就不要去这个约会，我今天就不要跟大家一起，我今天就是要做我自己的事情。也强到这种推动力有这么强吗？而且它是一个幸福愉悦的，不是不勉强的，有到这样吗？那这个有到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你的直觉捕捉、确定、听到的能力够吗？还是只是一个很细的感觉，然后你就相信？我觉得都可以。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太依赖五感了，5种感官，要看得到，要听得到，要有证据，要摸得到，要确定。就像我们常说的，要确定呢。但是有需要那么确定吗？这些感觉跟你知道的，你有很确定你内在的声音有在告诉你有一个比较脱轨的、比较超然的，你有比较确定这里吗？还是你常常或是你从来就不确定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感觉，它是某种很强烈的声音欲望牵引着你，它会有点难受，是好像我今天不这样子做，有一点不太自我、不太自由、不太自在。可是你想要去做的时候，想要脱轨的时候，却感觉到有一种欣然的快乐，也有一种类似恍然大悟的感觉。这个我觉得可以捕捉一下。那这边特别讲，是因为这里如果还是照原本这个，那就没有办法，或是很难找到办法去创造另外一个你们全心全然的空间或时间线，让你们发现彼此对某些事情其实有共同话题，而且共同话题里面还产生了非常高度的熟悉感。它会在那一个时间线里面让你们的2个人的能量更接近。记得我今天这一题是，它会创造一个全新的关系。
你跟他是在创造一个全新关系，这是初步要做的。好，那大致上你们两个就这样了哈。现在是这样，而且这一组的后面还有很多线。我只能说，今天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它有确定了你们两个相遇的一开场是非常愉悦的，而且还蛮多戏剧性的啦。只是以时间上，我只能说这都是陈腔滥调啦。每次看到最后都只能说就是时间问题啦。毕竟它能量结合后，这故事线它需要有一些时间推过来。这样，为什么时间很重要？因为现在如果我跟你说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然后你也知道一些线索，然后你现在都东张西望的，或是观察附近的，然后你确定了是这个，然后就跑过去跟他讲说：“我看牌子告诉我说，其实我们两个互相能量接受。”然后他其实会有点吓到，为什么？因为他那边的能量还没有完整到能够接住你现在说的这句话的重量，因为你知道的线索比他多很多。他还在这个茫然中正在组合，他甚至不知道说他在这个时间线里看到你是舒服的，他也许只是在这个时间，你常常看到他直接说：“哦，我又看到他了，那表示我今天赶到了7:30来这边的，我时间没有错。”他也许只是这样而已，他还没有到那么多的在意，所以他需要有一些时间，让他慢慢自然而然的走到那个位置。好，那占卜有趣的地方就是它让你比较有方向感啦，你会知道你生活不是行尸走肉的。你有在依循某些你自己创造出来的路子走，它有在影响附近的能量，它可以让你期待其他的好能量的靠近，跟你知道你可以茁壮，跟你知道你能够找到某些可能性的方向感，你不会行尸走肉，只是今天走到这里就这样子而已。它这个是这个占卜有趣的，我觉得它是非常神秘有趣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它不是一个偷告诉你什么神秘的秘密。它也许是，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那没有特别重要。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你现在有感受到你现在的存在吗？那这个存在感，我不想说它是存在感里面有增加，说你也感觉到很多灵性，不是？你有觉得你的每一个步骤跟方向感有比较明确了吗？比较明亮了吗？不会白做工，不会只是为了别人做事，不会说事情只要没做好就是一种荒废，就是一种浪费。其实没有了，它就是有很多的能量在累积，它在形成。你所做的所有的感受、感官、风水、火土、精神、物质的，都在为了某种能量的完成。完成之后，就会创造了某些重要的事件点发生，这样才会让你觉得。我每天都可以幸福坦然的活着，是因为有很多东西在聚集，有些事件要发生了。那些事件都是一些惊奇点、奇异点，很多意外惊喜。好，那到这里我们一样翻2张天使牌来看一下哈，要给你什么2个讯息哈。那一样，它不一定会依循着今天的牌面的方向走，它有时候是。只给你当下哈，你现在当下所需要听到的一些东西来，我看一下，一样2张哈，洗完抽头尾哈，好，这是6还是5？6，好，看一下。216的话是莱拉赫尔了，这张牌已经好像出现第3次了哈。他这边有一个很高尚的形容，他讲的是说，你的存在就能够治愈你周围的所有东西。他这个非常极善意的角度啦。不要想说你会拖累别人，不要想说你做失败或什么，没有，你的存在就对于某些人来说，对你环境来说，就是一个极善的存在，一直是善良的存在。所以不要让别人失去你，不要刻意的远离别人，因为这个极善的存在，真正的核心在于你的存在常常治愈你周边蛮多人的，只是你不知道，他们也不会跟你讲。记得哈，要相信这个要相信这个很基本的。对外是治愈了别人，也许你带给别人的一种开心快乐是你所不自知的。
另外一种是你对你自己自我的一种认识是，我的存在本身就是很重要的。你不用把它想得那么重要，但是你的存在至少让你能够好奇整个世界的发展，能够好奇明天会发生什么。记得明天都是全新的，但你必须要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你才能够感受到每一次的全新。我个人喜欢迎接每一个明天是，我发现人的豁然开朗跟开窍是无穷无尽的，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下一步会重新获得跟理解什么，这是让我觉得最开心的。就跟我每次翻牌，虽然已经翻了这样子非常多几千种组，我已经找到了组里面的秩序，我也看到了非常多雷同的故事线，但我每一次翻牌，我都还是期待会有完全崭新的内容会出现，就像今天的，这是非常罕见的，让我发现说，两个能量这么靠近的时候，却完全没有办法创造出对话的桥梁，这是我很难得觉得很惊奇的地方，我也觉得很惊喜。来，再来看第二个21，是内尔哈尔，他讲的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两张牌都很有搭配。他讲的一个关键叫做只要活着生活，每一步都是在学习啦。其实这两个都在强调，活着本身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我在看这张牌前面，我是不是都说我喜欢每一个明天都是全新的？因为我不知道我今天会开窍什么，理解什么。这里讲的就是这个。记得他也不用到天这个单位，我只喜欢用天这个单位。可是我有一些朋友是喜欢以早中晚为单位来体验这整个世界，所以他分配会分成一天分的3个步骤。我最多就只有早晚而已，但我平时还是喜欢用一天这样。那这边就是在讲，你可以把它转换成我说的，只要活着，就是为了期待迎接开窍，每一次开窍的那一个喜悦时刻。也是这样，所以这两个搭配起来，应该就是今天的重点了哈。享受你每一个活着的片刻，就已经很重要了。对于你跟对于你周遭的人都很重要。记得这边有一个重点，你不知道你治愈了谁，这个才是最有趣的地方。你真的不知道你治愈了谁，除非等他们开口，你才会知道你帮上了他们什么，你平常影响他人什么，你领导他们走向什么比较好的方向，有的时候你真的是不知道哈。好，那就这样，这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好，今天1号牌蛮有趣的啦哈，希望你有感受到。那就这样，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从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开始。今天的题目是你正在吸引着谁哈？那今天我们会很努力的去把非常接近你的那个能量找到很具体的象征，譬如说它离你多近，到底有多近，近到什么程度，时间线上，或是什么时间你们会很靠近，还是你们曾经在什么样子的时间里已经有非常靠近，然后错过什么？我们要找到非常具体的。我会尽量远离比较抽象的，然后再更靠近，可以让你比较明确想象到的具体事物的范围啦。我会努力看看。来，那我们一样先抽一张核心的牌先抽一张核心的牌，然后我们再看其他的分支怎么说来，核心的这里先然后还是你把它抽完好了然后这里来做3张分支，这里也是不过这3张我想换别的牌来去我看一下这组好了，用这组。好，3张分支在这里。好，来，我们先看一下这张核心的牌说什么我们再看后面翻的星星。星星其实非常难抓，它现在离你的距离其实我心里默认啦默默的在寻找的是你跟它的距离啦，因为我想要抓到比较明确的现场空间的范围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它这里进入了你已经吸引着他，你正在吸引着谁的这个概念来说，
它不会离你很远哦，但是也会有一些特例状况，像1号牌有一个状况是，我们发现了，我们应该是抓到了如何吸引到它，还有让它被吸引的前面那一刻发生了什么事，这是1号牌抓到的那个时间哦。那今天2号牌用星星牌，我觉得它给的范围更加的辽阔，这里讯号不足以让我完整的具体的抓到那个范围了，所以这里非常需要别的牌。我想一下因为我要感觉一下我要抓什么样子的范围的讯号，直接从这里抓4张，各2张，两组牌各2张。看一下，好，掉3张，我很少会抓掉的牌，可是这样掉让我有点介意所以我抓出来看。好，再来2张，先顺便看一下是，我想一下这个范围先从这里看，这里我先压着。气方是这，是不是说可以分火能量出来后，在这个方向里面的话是，这里有说你们已经在某一个有2条线，第一，我讲比较我觉得我不太支持的那一条线，我先把它快速讲完。他说，他有可能在类似一个家庭聚会，或是家族亲戚的聚会或什么的时候，他是以一个谁的朋友的一个陌生人状态出现过。但是因为现场的关系，人的人际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传说是非常复杂的，你们几乎没有对谈到，但是你们好像有一个平行线，就是你们好像是其实，如果你有注意的话，可能现场你跟他是比较能够有话题的。第一，可能年龄上可能你们都是一个回家的状态他应该不算是你的很近的亲戚，他比较像是，我觉得他跟你没有什么特别血缘关系，他就是一个朋友状态。然后他也有可能是谁的同学这样子出现，这是我觉得的一个小东西。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更贴近现实的状况，它蛮像是你去参加谁的生日，谁什么去参加一个有在或聚会，它不一定要庆祝谁，它可能是一个定时的聚会，定时的可能几个月的一个大家相聚的这样。然后这一个人会以一个新朋友的姿态，或者是新的角色的姿态出现在你们里面这一个聚会里面，然后呢，我觉得你们没有很直接跟很深入的话题，但是你心里对于他讲的话有点认同，想要附和他、呼应他，可是好像没有做出这一件事情。那心里有点默默的在期待下一次可能的相遇，可是这个讯息都很淡很淡。我觉得现在要抓这个距离我是老实说，目前这几张牌，我觉得没有很明确让我抓到你们的关系跟你们的范围，这里都没有，这里有讲到的一些，只有说你们已经有打过照面了，已经看到了，可是他并没有说你们有认识。他有说你们有认识的机会，可是没有真的认识。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没有人提醒你这个人之前有出现过这里，或是你们未来遇到的时候，他告诉你说他也有去，他有去过说，其实你想不起来，因为他很快就会在这个事件之后快速的被淡忘，一次一次的就被淡忘。如果他没有连续出现的话，他就会被淡忘的那一种。现在这关系的状况好，那我来看一下我这2张，我看看翻到什么。魔术师牌跟国王牌
他这边告诉我的是说，你一定都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啦。所谓被动状态，就是现在你们的相遇跟你们的这个距离，好像这个聚会或是遇到他，你没有任何能力去创造，因为这2张翻出来的时候，他的落点，他飞去的那个落点，他的那个力量掌握点都不在你这边，我觉得都在他那里。现在的讯息比较像是说，他要不要让你们认识，要不要出现在你面前，所有的掌控权都是在他。那这一个点比较像是说，他被邀约了，各方面他都有非常100%的权利说要还是不要，他没有办法被擒了，他没有办法一定要出现这样子。所以你们要预见的这个能量的掌握度都在他那里。这几张牌没有，坦白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但是我把这里得到的讯息告诉你，你们应该有开始有一些连结了。你们差不多已经走到差不多同一个圈子里，可是我觉得在今天看牌之前，你们的接触非常淡到就像我刚刚讲的，今天如果连在牌子上都没有提醒你，你早就已经遗忘这个人有出现过。他的部分，我觉得他现在也觉得他跟你是个很遥远的人，是个不同世界，或者就是不会很认识。所以以今天的题目来说，你正在吸引着谁？这一件事情其实也没有发生。很奇妙。有的时候我们就讲，他有时候2组牌、3组牌，他就是非常会在同一个逻辑里的不同故事线里。今天我们在这里也是先看到了，你吸引他之前的事，或是现在吗？因为我这边突然有一个疑问，会不会我现在抓到的是之前阵子，其实他现在已经有一些端点，他已经认识你了，然后他已经进入了那个心。因为我今天下的题目就是我要的是他现在正被吸引着，然后他对你附近范围里。可是这里的就真的是之前的那一个讯息哈。那我只能说，这里给你一些线索是，他应该算是刚出现没多久了。他应该算是，如果以过去、现在、未来，这里抓到比较多的是一个过去的现象。那这里我就要回头再看一下星星牌在这里给我的一个讯息。等一下我仔细看一下，我觉得他在说的是下一阶段，这里是个分界。因为我刚刚翻其他牌是问他现状如何，你们的距离如何，现在这关系如何？可是他给的讯息都比较像是过去的。那我现在就可以知道说，他这个应该是某一个分界线，他可能需要我展望未来，往后看。他现在已经具体出现有的事实就是这些，就是你们之前有机会认识，可是好像没有很好的发挥起来。所以他不是一个全然的陌生人。未来你们在认识的时候，就会知道其实你们早早就见过了，可是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那也就是说，这一件这前面可能离现在有点远了，有一阵子了这样。那星星牌要我展望未来的方式的话，我想一下，我应该要往哪一个方向走？我认为我可以先从这2组牌做解答啦。这里给的讯号比较像是说，以理智、以比较客观的方向来看现状的话，这边会给一个要注意的地方，还有不可行的位置，还有一些方向感。我看他给的线索怎么走，我来捕捉一下他这个讯息到底有什么潜在的内容。我先从这边一张一张看好了，每张翻不是一张张看，是又出现了哈。我先说愚人牌，说其实你们愚人牌在的位置说，其实你们在同一个方向走去。他这个角度比较像是说，至少从之前的这一个
接近相遇。其实他这里有点从放在这边我就开始发现说，这里其实你们有对话过，这都没有留下深刻印象或什么，就是一个非常淡的。好像从这里之后，你们在某一种能量的连接，或是你们本来对人生的决定，很奇妙的，其实是走在同一条路上。也就是说，你们未来想要价值观啊，想要的恋爱方式、路径，甚至想要住的城市、想要做的工作类型，都还蛮接近的，所以在同一条路上。但是以情感面来说，水能量两个人在很接近的时候，水能量的连接来说，都是属于一种封闭状态，听不到彼此、看不到彼此的状态。那以这里再加上魔术师牌的非常严厉的去看待这一件事情来说，我觉得他得到的提示是，这两个人未来从现在跟未来再往下走，应该都还是会以一种随机的、不时的会遇到彼此，可是都没有非常在意。也就是说，你们应该会保持着一种点头之交、认识、知道人是谁的这个状态，会保持很久，而且会保持在一种对这个人没什么评鉴、没什么感觉，甚至看不清楚这个人，因为没有注意看，没有理解，没有留下深刻记忆点，这样。但是以这里所在的一个水星能量哈，它把你们牵引着往那个情感的方向走。我觉得它不是没有漫无目的的这样做，似乎在你们两个能量很接近的时候，已经有一种可以显化成某种关系，可以显化成某种恋情的可能性，在慢慢的提高。因为魔术师牌在这边，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这边告诉我说，有东西正在显化，有东西正在聚集释放的能量，让它完整。要显化什么？那它这个显化的路径就没办法脱离我今天设的题目是：你吸引着他，表示他会先喜欢你，他会先对你有感觉。只是你们这一个对称状态，就是没有任何人先突破到先对对方有感觉的这个对称状态，前面感觉走了，会走一阵子。主要是因为这一个圣杯四他在的牌阵所领导的，也是水星能量的远方。它这一个跟星星牌有所呼应，他们都是有一点点展望着心里的小愿望。那这个小愿望也包括你们对爱情的模样的想象、渴望跟价值观。这件事情，这两个东西都放在了所谓的还在远方的位置，所以我才会说，你们现在，我只能说，这个人有在慢慢的步入看得到你的路径上，而且应该是会先对你有感觉，然后不然今天我抓这个题目，这个能量抓，他如果抓一个别的不是这个路径上的，我就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他就会换成一个题目。那只是这一个感觉累积的很慢，也就是因为说你们的遇见频率并不高，每一次见面的累积也都非常淡，都一点点。可是这两张牌又一直告诉我说，在路上，在显化。这边甚至在告诉我说，不是随机的。但是这两张告诉我说，刚开始。所以他已经分别切断了这里跟这里啦，这一定是之前遇到，可就没有什么特别感觉。那从星星牌叫我往未来更有展望的地方看去的时候，这边说是在路上了，刚开始了，刚要开窍了，开窍着你们两个人的对于彼此的情感感受有在开发，有在慢慢的出现。这张牌圣杯四出现在这个位置，其实我蛮介意它其中底下的语言。
他其中底下的语言告诉我，你们两个人应该，我觉得算同时。我在决定我要说是你们两个人至少其中一个，但是我又觉得这是你们两个都同时。你们两个心里有一个状态是面对爱情很接近的时候，或是别人推荐谁给你认识的时候，都是采取一种，我不想知道，我不想听，我有感觉我自己会知道，我会做出我自己的决定，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阻挡各种爱情来的可能。这样，所以这张牌让我介意的地方是，你们在一些很平淡无奇的聚会或是场合，其实有机会认识，因为他这里这个路径告诉我，你们一直在附近的往未来走去，所以要看到彼此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可是因为圣杯四的能量让我发现，你们非常多的时候把你们会认识的机会推开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很像一条河，你们两个一直走在河的各两岸，然后有的时候会非常靠近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河道变窄的那一段，就是说河应该是这样子，然后你们一直走到两岸，然后一直往前走。可是有时候河会变窄，有时候这么窄的时候，这两个岸边就非常近。也许你们两个有人跳过去就会遇到彼此。可是，在这么近的时候，你们两个都有一种能量，就是在那个时候会非常抗拒跟不想思索爱情各方面。他就很奇怪，然后河道又变宽，两个距离又拉远，可是都是在平行的路上，这样子。我就用这个方式来形容你们两个现在的能量的关系。不过魔术师牌在这里，我觉得他一直在提醒我有东西要显化啦。然后搭配的今天这个题目，我觉得他应该会先在河岸最靠近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一直在平行着跟他一起走着。那这个形容代表的是你们有某种能量的契合，某种能量的吸引，或是某种能量的连接。这里都没有特别强调这个，可是这里有一直在暗示这两个人好像无法离得很远，一直处在一种很近的陌生人、很靠近的陌生人的状态。为什么我会把它讲的比较乐观？因为这两张牌如果出现在别的地方，它会立刻告诉我说，这份爱情即将显化成具体的关系，试着交往或是一触即发这样子。可是因为它前面这样铺陈下来，它又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两个位置正在审核着这份关系的显化。应该需要一些主角们的主动突破，跟有意识到彼此存在的那一个时机、那个时刻。它有点像是说需要突破圣杯四的状况。它这个有这种它其实有时候跟逻辑没有关系，它就是你们两个磁场非常相近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彼此的相像之处。那这个相像之处，并不会因为你在这个人身上感受到，而是有时候就不由自主的感觉现在有一种压迫。我都会觉得这是因为有一个类似磁场的人更靠近你，然后你们两个还没有找到缝合的点、契合的点，也没有找到彼此弱的点，另外一个点，另外一个人强的点，然后可以做一个交流。这样，你们两个人的能量不能说不完整，而是现在是处于一种相似的状态了。相似的状态，它是一直在很靠近。所以我必须说，今天的题目说你正在吸引着谁？今天这题确实变得蛮像是能量上的互相吸引了很久了，所以你们两个才会在附近走很久这样。我要把它讲成最生活白话一点啦，好让你比较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关系。其实就是
有人，你身边有朋友比较淡的朋友，甚至也不会特别讲话的朋友，然后什么这样子，你们有一天应该会突然发现对彼此很在意，突然看这个人就看对眼了，就看上眼了，觉得喜欢这个人，有很多方式，有很多情况。那通常以牌面的推敲下去，就是一定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事件点，把你们两个弄得很近，然后即使能量上有一些排斥，但也来不及了，因为很靠近了。然后很靠近的时候，那个共通点立刻会被凸显出来，共同话题、共同兴趣，说话的方式、契合度就会在那个瞬间被凸显出来，然后不会因为能量很相近，在很靠近的时候，像两颗气球被弹开这个状况没有，它可能会在某一个很特别的时间点把你们挤在一起，这样。我觉得你们两个能量会一直走在这种河的两岸平行的走的这个吸引力，很重要，也很珍贵啦。好像这个时间已经拖得蛮久的，可是你们始终还是都在附近，只是都没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到彼此的内在这样。所以今天这份吸引是存在的，它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一种吸引，就是接近暗恋的这个。那关于这个事件点，我们先丢一张，我先抽一张来放。先觉得这个事件点让你们两个突然意识到彼此存在的这个事件点靠近了吗？先放着，然后我先翻其他的位置。这3个位置会用比较善意的角度去看，比较善意的角度。然后还有一个东西要抽，因为它还是有一些。希望我不会忘记我抽这张牌要讲什么。我先抽着。好，这3张牌会用一种比较善意的角度去看待这一件事情，甚至它可能会有一些智慧处要告诉你说，也许你现在能够做什么事情，让你们两个河岸的平行走在一起，能够有一个桥梁就搭上来了。看看有没有什么衔接的东西。3张我直接一起放。这张我先说，这份关系还有一些东西要被解决。其实你们两个现在这一个时常互相吸引的平行方式，比我想的距离远。我刚说是一个河的两岸很靠近，我觉得实际上金币5告诉我更远。然后这边比较悲观，他讲的距离，他讲的遥望，他讲的想要达到的目的的那一个牌阵里的那个意义，他用金币5告诉我，我只能说他在告诉我说，你们两个要意识到彼此的互相喜欢，还很远。那要让这个时间性缩短，必须要解决中间的某些阻碍，但这些阻碍这边完全没有讯息。他可能比较在讲说，你跟他都各有自己的事情要先经历一下，那这个事情经历完之后，才能够理解到自己在爱情上面或是在感情上面的依赖，想要什么。对方也是，所以现在你们两个看不到彼此，或是对彼此的感受没那么强烈，是因为两个人身上的特质，现在可能两个人不需要。可是，在某种你们自己内在的某种能量的连接，他们看到了更远的展望，因为他这个神秘主义，它有一种人间到宇宙的这个距离，牌面可能看到了更遥远的距离，或是从宇宙的角度看你们有一个更大的洪流。时间的长流里面，他们有看到在未来，你们是要在一起的，应该是有看到这个东西。只是前面的波澜崎岖的阻碍各方面，个人的事情还在发生中，还要面对中。那如果没有在前面这个去无存菁、这个训练、这个深刻的人生感受、经历没有经历过。现在的你们就算相遇，也无法去观赏或是欣赏彼此身上所需要的东西跟那个特质，还有可能你们都还没有变换成那个样子。
表情啊、言语呀、那个从容不迫的感觉，可能有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出来，它没有形成你们完整的样子，也没有产生内在需要这个样子的意念来做两个人的交换。它比较像是说，你们两个人内在某一个眼睛要打开才能够看到彼此，但这个眼睛一直都没有打开。那这个眼睛打开的钥匙就是你们的故事章节还没有发展到要打开的那一章，那前面的故事都还要再经历。我们可以先把它推给是时间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是事件发生的时候，你们的经验值、你们的成长变化，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了哈。那也有可能会在某些事情，你们有雷同的事情会发生之后，在未来的一些普通的对话里，才发现你们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然后找到了那个很强的共同点。但也有可能你们对于某一个故事的发生，你们两个都是有关联的，然后把你们两个拉在一起。这里讲的是这个，但是没有很明确。讲最简单就是你们两个还有各自的事情事件要先面对完之后，内在的心才会明亮的看到彼此的存在，才懂得欣赏对方。走向是这样。那整个这个流程发展里面，能量告诉我说，其实已经对你们非常善良了，没有让你们发生非常难的事情。在这只针对你们两个人的能量的协调上，为了让你们保持在附近，然后协调，我觉得他有在很努力的在协调，让你们不会离得太远，然后看的世界差不多，好像是在为了未来见面的一个准备，这样有很努力的在协调，在平衡你们两个的世界，不要落差太大，免得未来遇到的时候发现落差太大，也看不到彼此。他就是一直让你们停在某一个偏平上，要能未来在某个眼内在心发亮张开的时候，是第一眼是能够看到彼此的，所以要在比较平衡的位置上。好，这两章我在强调这个事情。这边开始找到一些症结点了，所以2号牌有点可惜，是我们今天要找吸引你的人，确实是找到了，而且我们两个能量是互相吸引，可是它不是那一种物质世界具体的生活上的那一种吸引，就是有谁在偷偷暗恋你，有点类似这样，可是好像不是这个方向，他讲的是更长远的，好像在讲一个一直都在你生活常常出现的人，可现在对你没有任何实质帮忙，因为两个现在的故事线非常硬直独立着，要先发展完，要发展出一种终于能欣赏到彼此的那一个能量，那一个自己，所以它前面还有一段路这样。所以这样看起来比1号牌讲的更前面更远，他的生活面的东西都被提出了。好，没关系，我还是可以再继续挖，有没有比较更靠近的这样？来。我先看这张，我就知道我会忘记我问他什么，可是因为我已经知道我会忘记，所以我觉得翻开的那个惊喜是最重要的。好，翻开的那个惊喜是最重要的。来，我知道有些人记得，但是现在已经不重要。现在是我经历了这一堆的诉说，我脑袋的一些讯息已经在做替换的时候，我放在这张，我看他现在要走的方向是什么。权杖4，我觉得权杖4翻开的时候，我立刻感受到这张现在的路径是对的，现在的路径是对的。好，以时间感来说，我觉得你们旁边，你们各自的故事线有一些其他人看着你们两个，然后内心开始产生一种祝福的状态，所以在某些点，你们两个中间会有一个第3个人或是第4个人，会有其他人在帮你们两个人这份关系在搭桥，在做桥，这是不自觉的，不自觉的哈。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失恋了哦，然后他最好的朋友，在他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就带他去见一个人，介绍
一个朋友给他认识，就他们两个遇见的时候，两个人就第一天就互相喜欢，有一点一见钟情的感觉。然后他这个朋友就回头问说：“为什么你要把我介绍给他？为什么带他来这件事？”然后这一个人就说：“没有，我觉得很早我就觉得你们两个很像，你们俩的遇到的事情也很像，然后你们都是我的朋友。但为什么我们出去吃饭，我跟你出去的时候，跟他说我们从来都不会遇见？我们的朋友圈认识的人也都是同一群，可是为什么总是他出现你没有出现，你出现他没有出现，两个人从来没有遇见这样？所以在我那个朋友失恋的时候，他就认为这应该是个好时间让这两个人认识，因为他只是单纯觉得你们两个很像。所以我从这一个点来说，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这个平行很久了。中间好像从这里看出来某一种外来的祝福力量，好像会发现你们两个之间的连结没有具体的成为一种行为跟遇见，所以像这一个人，他可能就在旁边比你们更早的开窍出你们的关系的价值，看穿这个价值，所以他应该会在某一种特别的状况把你们两个拉在一起。我从这边看到的是这个。他这边看到的是一个祝福的路，已经走在对的路上了。那必须要有一个人看到你们两个走在对的路上，走在那一个该相遇的路上。好，我这边看到的是这个，所以我会认为你们其实现在就能够认识彼此。我在这张牌看到的是这个。我是打从心底希望能够突破金币五的讲解那个困难。我希望金币五告诉我的是，你们自己的故事线本来就会经历很多的挑战跟成长，但是可不可以不需要到这么完整才让你们看到彼此？能不能借用其他人的眼睛，先让你们看到彼此，然后在两个人的故事线人生上一起经历、一起扶持、一起支持？从这里我看到了这个希望，因为这两张牌其实是一种对冲的，它告诉我它是一个很棒的路径，它告诉我它是一个庆典。好，可是这一个金币五却让我感受到，很像权杖4到权杖6的中间的那一个权杖5。但我希望你们这个距离不要让你们自己独自去奋斗，能不能让你们两个就早早的在权杖4的位置就认识，然后一起面对5这个数字所带来的生活上的困难跟练习，让你们互相扶持，然后一路到6这样子走下去。我会希望是这样子的意念，所以这两张牌产生了这个对冲。让我感觉到你们的关系会比我前面讲了20分钟的这个路径更找到了另外一扇窗，所以我希望看2号牌的朋友，你这里可以增加一些信念，就是希望你心里抱着一种期待，当然也可以在我最流行的方式就是跟宇宙许愿啦，你可以跟他们对话。虽然这不是我的习惯风格，什么跟上面对话因为这个不是我对能量的诠释的方式，但是我希望最近比较多这种语言，我就帮你们诉说我觉得我比较在意的是你的意念的丰沛度跟强壮。你也不一定要冥想，但你可以把家里房间的灯关掉，一个人，然后可能都没有人在家的时候，你就一个人坐在床上，不要躺着太容易睡着了，最好是坐着盘坐也可以坐着。去想一下这一件事情，要想什么？就是希望有其他比我更明亮的眼睛，比我更明亮的力量，帮我把那个适合我的人跟我相似的能量，把我们两组能量拉在一起，因为我们彼此看不到，希望那个更明亮的眼睛发现比我们更早开窍。我觉得你可以时常想这一件事情。求助于其他人，但是在这个角度，我就可能会对你有一些要求。当你有这个欲求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对身边的人更有爱，更多的谅解，更多的体
体谅，更多的让步，在有竞争的时候让给别人。好，在自己可以多拿到的时候让给别人，或是先拿到分享给别人，让垂手可得的获得分给别人，好吗？要这样子，然后默默的做，让这份爱充满你自己的心，让这份内在的爱跟你想要许愿的愿望融合在一起，变成一种有爱的欲望。你可以把它当成交换，但我不觉得这是交换，我觉得这是一个能量的力量，要用更多的爱成为力量，让它更像。那我们以一种生活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的人时常做这件事，你会把你这份有爱、温暖、分享的能量，让旁边的人都感受到，他们会产生反应，会产生好的反应给你，就会反映出这张牌，给你一个好的反应。然后我希望可以突破这个，因为你们之间有一个很奇妙的金币5的阻挡啦，不好不坏，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一条河流。为何要有这条河流？这条河流对你们没有伤害，可是它的出现把你们隔开，好吗？但是我们要想另外一个为什么？那为什么你们一直靠着这个河岸沿着走，都没有分开？没想过要去别的地方吗？那一定是有原因的，好吗？好，来，我们再看这个。这章我是设定在，就像我常讲的，无人之境、深渊之地、海底的讯息，那一个会被我们遗忘漏掉的那一个讯息，我会把它当成是一把金钥匙去拿，但是可能找不到，但我相信它存在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我看它给我们什么？对于你们这组，我们已经讲了这么多咯，其实到现在我甚至不需要它了，因为我觉得我找到方针了。可是我们已经拿了，我去看一下哈。魔术师那很好的牌哦，这边的我刚才讲说你要自己用一种爱的饱满去许愿一个突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那一个明净的眼睛，把你们凝结在一起的这一件事情。魔术师牌出现，告诉你说，当你的意念够强大的时候，会显化，四方能量、风水火土都会帮你显化。记得要时常抱着这份有爱的能量去融合四方能量，去让它完整，让它具体。魔术师牌讲的就是能量、精神面的具体显化，但是它要一个流程，它要一个合理的过程，它需要把它们融合，它有点像炼金术，它必须要交换成为另外一个东西。那你想要的那一个遇见它，就是你想要最后交换出来的那一个具体的答案。那你拿什么交换？就拿你那一个爱，对他人的爱，分享、体谅、礼让，找到别人难处。我觉得最好用的是对任何人事物都充满着恻隐之心，感受他人的难处，这份爱是很基本的。还有一些举手之劳，随时可以做的很容易被淡忘的非常淡的那一种。那些都是对这个世界产生善意的爱。这个东西在你内在比较充满的时候，那你想要具体显化的东西，就会，我觉得一定会越来越靠近，好吗？这边讲是这个。好，我只能说2号牌我还没讲完，我只是想在这边先做一个结语，因为我想要往另外一个层次去翻牌。我只能说今天这组牌有点出师不利，前面我以为我们可以抓到非常近，就在你附近暗恋你的人，差不多是这个逻辑。可是发现我们找到了某一个人，跟你有一道隐形的墙，一直走在你身边。然后我们翻到后面才找到了某种可以突破的方式，是要借由其他的力量，尤其是其他的人这样子。我觉得至少我们有找到了这个。那以你的角度，你没办法去创造这个人，因为这个人需要他自己的开窍，他有自己的故事，现在走到他知道你们两个是适合的，你们两个就在附近，却一直没有关联。他必须要在他的故事线这样子走到。那我觉得这一组跟时间
就丢给时间等等看，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因为它至少存在着3条不同的故事线，每一个发展的时间线都不一样，会发生的事情都不一样。我觉得以现在来说，你可能会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要发生，但我不觉得那是坏事啦。就是对你的人生会有一些新的感受的特别的事情要发生，我觉得你好好的感受一下。因为你们两个遇见彼此的时候，有点接近2个人的发光时刻。因为你们两个走这么近，都还没有发现彼此的存在，所以你们两个在现在彼此的世界的眼光中、视线中是暗淡的，没什么魅力，没什么凸显出来。所以现在好好的去经历现在该自己想要经历的事情，在遇见彼此的时候，会有一个很亮的感觉，会告诉你们彼此说：奇怪，我怎么之前对这个人没有这个感觉，现在怎么都有了？这个人好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这个人身上怎么有很多我没有发现的东西？你们两个彼此会有这样子的瞬间，很特别的一组啦。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你们所经历的某些事情，正在偷偷的帮你们鉴定跟选择你们两个真正认识彼此的最好的时间。我只能这么说，因为它有一些稀稀疏疏的有点在计算着什么好时刻的声音跟讯息在旁边，只是比较旁边而已。只是它还在一个寻找，还在确定中。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确定你们会遇到，而且是应该是算非常好的时刻哈。从这里总觉得这边有好几条线正在准备让你们遇见。好，那对于整个情况时间线差不多是这样。来，我要翻的是，我对这个挺好奇的啦。对于你们2个人的能量或是内在人啊、个性各上面的契合度，我想翻的是，如果在未来2个遇见了，相处上、生活上、性格上，的契合度方面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说，我们现在直接跳到未来，你们2个在试着交往啊，比较亲近的时候，有很多交谈，什么走在一起的时候，个性上的契合度让你期待一下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因为现在能量抓的比较近了，应该是可以捕捉到那个讯息。好，8杯，2个8，太有趣了，这个8出现2次，就表示4出现了8出现2次，就表示4出现了4次，表示2出现了几次，出现了8次，都是一个很好的2的循环。所以也就是说，你们2个的相处上，一直达到一种非常好的融洽跟平衡，在2个很近的相处里。以数字上来说，无论是大圈小圈，无论是小事情大事情，到新方向、未来的方向，各种充满了圆满的圈圈，在你们2个人的相处上面，情绪上、生活的安排上，生活在一起没有什么纷争，没什么气，你们2个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契合的状态。但是这个并没有很意外让我发现这个答案，因为你们2个一直在那个河的两岸平行的走着的时候，就一直维持着一种礼让、和谐、不对撞、保持安全距离。表示你们就一直在一种很平衡的状态，而这边很多在协调的能量，都是在协调你们2个这圈圈以外的混沌，不是在协调你们。那后来出现了圣杯10，那就表示你们能创造自己想要的未来的生活方式，跟也就是说，你们未来的价值观各方面会找到你们自己的方法。前面其实有一点点在说，其实你们2个现阶段或是现阶段之前都处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有这个讯息所以它也有一种你们对于不同世界的排斥，所以不让你们2个相见。即使你们2个在很近的聚会或什么，可是你们2个就没有能量的交集，也不会达成共识。他真的要在未来的时候，再崭新的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才发现我对你的感觉怎么不是以前那样？那是一种回想
这个未来性非常契合度非常好。只是到这里哈，宝剑侍者他在讲的一个是在这些饱满的相处后面有一个瓶颈，有一个天花板会摸到。那个时候你们两个会有一种新挑战是，接下来的我们要变成什么？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到了两个人相处到了某一种需要做出有所改变的时候，未来的一个更高级的挑战。可是这个在很后面了，这个在很后面了，而且会有新的难题、新的想法，这样子，你们好像会在这个幸福之后会有一个新的改变，然后那个新的改变可能会挑战着你们的关系。可是我觉得那个都很后面，你们还会再经历这些，还很久。那个都很后面，就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他很人性啦，他很人性哈，他应该会经历某种改变，让你们两个的关系更稳定。主要是因为这3张牌，我对于未来性抓，他给的是这3张牌，我觉得你们处在一种非常融洽的绝对平衡里，一个40，一个就60，一个80，一个就20，会像太极一样这样子完善，它没有很多尖锐的碰撞了。好，再给你一个念想，给你一个更远方的期待哈。好，来，那差不多2号牌的讯息就这些哈。2号牌的讯息比较，我觉得更加的深远啦，更加的宇宙性，比较这一组比较脱离了物质世界，比较脱离了现在我们该会经历的哈。它线索反而比我预想中的少很多。那我觉得他这里给的启示就是，你现在做任何事情，其实不会改变你跟他的相见的时间，反而是你现在如果对自己在更多的投资跟付出，他未来在你们两个相见的时候，会有很强的一个加倍的加成作用上去。但是我们没有放弃了这一个讲的，它有一个外来的力量，它会自主的帮你们两个的相遇提早，或是开创出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那这个时间是随机的。它有可能下个月就会发生了。你要记得我刚刚有说的，你们就算是现在遇到也没有问题，好吗？所以才说你们现在准备任何都不会影响你们两个的相遇，有的话就是加分啦，可是不会加快你们的相遇或什么这样。因为其实，在这一条路径上，你们可以随时相遇，我也觉得你们早就在相遇了。可是就是中间有一个隐形的墙，一直没有被打破，好像从以前就该打破的时刻就没有被打破。也许他在讲的是以前在你们第一次相遇或者很见相遇的时候，你们就要在那个时候认识，然后后面发展。可是好像就没有，为什么？因为一些阴错阳差的事情让你们没有遇见。好，你看这里魔术师牌在早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了。他这边有在暗示说，有没有某一种自主性的开创这份关系的能量，好像没有被发挥到。好，你记得我刚刚讲的那个朋友失恋，然后有一个人发现这2个人本来就好像很适合这样在一起，为什么一直没有认识的这种疑惑，其实就在你们两个的关系里面一直在出现。可是要有那一个发现的人，要有那个人开窍了这个端点，发觉了，然后去把你们拉在一起，这个外来的力量可能是最快的捷径。好，那没关系，我们来看2张天使牌，来看看对于你现在的你。给你2个建言哈，它不一定会跟牌面有关系，它有时候是直接针对你现在的状况。我们来看看，看一下2张，洗完抽头尾哈，好，头尾，好，来，我戴个眼镜哦，看不太到。第一张是46，我看一下，46跟几啊？9还是8？9。先看9好了啦。9是哈奇尔讲的是比较博爱的东西啦。我觉得他这个呼应了我刚前面讲的啦哈。记得要用比较饱满的自我爱的量，你这个平常要随时练习哦，不要因着自己的心情好坏而有增减呢，要随时练习，要有一种比较饱满的。记得对身边的人数产生很强的恻隐之心，这一份爱的饱满度、保持度就会比较好。好，我平常就一直随时在做这个练习，你们也可以跟着做久哈。那这个是46哈，46是艾丽尔嘛哈，艾丽尔
我把它引诱在恻隐之心这一件事情。艾丽尔其实在讲的是说，你对身边的事物要用心感受啦，不要用五种感官去感受，看的、吃的、摸的这种触觉、嗅觉这种感受，要用心的感受去感觉。有时候眼前的事实并不是你心的感受的事实，你要分辨一件事情。有时候你眼前看到的事实跟你心的想法其实是对冲的时候，你就要回到心的想法是为什么我心里的感觉跟我以为的不一样。我眼前的观察分析不想说，所以这一题就是要说你要回到心的感觉之上。所以这里我才回到说，以恻隐之心来说，有的时候我们对身边的人事物要用恻隐之心。所谓恻隐之心，就是换位思考，去想想他的难处，他为何这样做，他有可能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去设想，他现在的心情不好，可能不是针对你。他现在心情不好，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他还没有办法处理成好心情，或是他还没有恢复到他是个善良的人。他可能心里有一些抱怨，有一些坏念头，正在他心里在处理，正在变化中，你就遇到他，跟他接触到，他还不知道怎么表达。好，要用这样的恻隐心去观察其他生命中的人。那有的时候也可以去发掘对方的优点，来去包容他的缺点。总是优点给的分数比较高，就像对方做了一件事，如果你很难衡量恻隐之心，你可以用这样子来去衡量对你做事情的方式。这个人做了一件你不喜欢的事，你给他扣1分；可是他做了一件对的事，你就给他加3分。你就这样子3分给1分，扣上一个扣，永远都是他做的对的事情比较多。你就可以理解他的难处，你就可以比较多包容，爱的成分就会比较高。我们这样子去面对世界，对面旁边的东西，并不是我先说。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去跟你说去这个是为了要对世界好，然后很多人会去思维说，那我得到什么？我觉得你就反过来想，其实做这些是为了你在培养你自己是一个有爱的人。你可以换过来啊，如果你做不到去爱整个世界，去原谅这个世界，去感受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好，对其他人好，你对这个感觉比较弱。你比较能感觉到，其实我是在培养一个有爱的自己。这个你比较感觉，你就换过来就好了，2选1看你。好，因为这世界至少有2种人，一种是喜欢付出而得到爱的人，他其实对自己好的时候得到的爱很小，他的快乐也很小。但他发现他为别人对别人做的时候，甚至偷偷的为别人做，他那个得到的快乐，他心里是非常丰富的。他甚至不用去用欲望的这个角度去对别人好，他是不由自主的想对别人好，因为他知道那个他甚至不知道那是他的快乐，他就是不由自主的忍不住要对别人好。有些人是这样，但有些人是需要有一些评断，知道说他心里是快乐的。然后有些人知道说他忍耐了整个世界的很多不好，他只想他会回到自己，他要对自己好，他才能够感受到快乐。这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你可以自己选，只是宗旨都是要有爱，要让那个爱的。今天讲蛮多的这个哈，要让爱的，我最近很常讲这个主题，就是你要保持心里那一个爱的饱满度，很重要。好，它对于你怎么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物质世界里，怎么活得更舒服啦。好，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好，那今天就这样后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希望你能体会到里面其中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好，有一点点就好了，其他不理解的就算了哈。好。那就这样，那很长，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